算关键时刻，2023年，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想法，这想法野心非常大。他直接讲，现在是100年的大变局。他对着普丁去讲这件事情，他认为美国实力会越来越弱，而现在只要中国跟俄罗斯联手起来来救普没问题，我们可以把美国给 KO 掉。没有想到这个野心没了，为什么？这个这次委内瑞拉的事情一结束之后，我们都知道。中俄都没有戏唱了，这不单单我们说，你看到《华尔街日报》他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他说马杜罗被捕，威胁中国在拉丁美洲的雄心。它里面提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100年大局，当时吹的跟什么一样，讲的跟什么一样，但是这一次原形毕露。他说这一次是对应的宿敌的高效清除，削弱了习近平所倡导的一种理念，表示这个野心已经玩完了。而现在更多的资料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在这里真的是糗到家了。之前马杜罗被逮的几小时前，不是有跟中国的特使见了面吗？我们才知道，原来哇塞，这个见面太豪华、太棒了，这么多人去找了马杜罗，而且还带了纪念品去。他带什么？他带了一个瓶子，原来寓意就是平安。他送了他一只马，好，这马是什么？马到成功，要你平安，用马到成功。结果最后马杜罗开心到什么？他说委内瑞拉跟中国团结，万岁万岁，表示什么？中国一定会罩我没在怕的。结果几小时之后。人就被抓到美国去了，这对中国来说，现在这画面出来之后太丢脸了，丢脸到家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完全没戏了。没错，事实上这次马杜罗的倒台呢，事实上最尴尬，目前有2个国家，一个国家叫做中国，一个叫俄罗斯。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马杜罗的委内瑞拉跟中国、俄罗斯的，他们是一个联盟的这个状况。我们还记得非常清楚，2023年的时候，当时习近平到这个莫斯科去访问这个普丁，照你让他说为什么要访问吗？因为刚打这个俄乌战争，那这个习近平为了要表达对普丁的支持，你看他访问完，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要坐飞机离开哦，你知道在门口哦。照人家他对普丁说什么？他说现在是100年之大变局，让我们一起来促成这个变化吧。你看他当时信心满满啊。为什么？什么叫100年之大变局？因为习近平一直相信一个叫做东升西降，就是中国要崛起，美国要下来。美国下来之后，我们跟俄罗斯一起来改变这个大变局吧。哇塞！所以呢，当时很有野心哎。对，想着雄心壮志。那你看当时的这个普丁还跟他就送他坐车离开。那你看当时2个人的气氛。问题是当时的这个意气风发的气氛到兄弟，我们2个可以把美国给干掉。对，但是问题是现在呢，2个给嘴变阿嘴，为什么？因为现在2个的这个最重要的伙伴呢，马杜罗人就在美国的纽约，所以呢，一切都成为泡影的一个状况。好了，我这么这样讲，你看，实际上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了，马杜罗被捕，威胁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这个状况。原本呢，这个习近平是说，我认为我可以伸手到你的后院去嘛。所以你看，习近平这几年搞了多少？要搞这个中南美，我们的邦交国一个个被他拔掉，然后还搞了这个委内瑞拉，然后还搞了这个巴拿马运河，现在呢，全部都被你拔掉。最重要一个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你什么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你看他说什么全天候的战略伙伴他说中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结果没想到全天候战略伙伴是怎样？我要跟你求救的时候没有，你人在哪里？对啊，没有啊，大哥，对，都没有啊，都没有。我现在被抓，你只能够口头说，美国赶快把我放出来，什么都没有做好。所以你看这是什么？经济学人说什么？马杜罗的遭遇表明，中国既缺乏实力。没有实力，也没有决心对抗美国这种反击嘛。他说，中国的全天候伙伴们或许开始质疑，中国是不是真的愿意在风暴来临的时候保护他们，还是仅仅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跟他们称兄道弟？对。好，那你看中国的全天候伙伴关系有谁？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赞比亚、乌兹别克斯坦、匈牙利。所以这些国家来说，很多国家也是美国要对付的。你说未来真的出事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照顾他？不会照顾他，所以就没有办法嘛。好，那我跟他讲。不只是中国是这样，中国就是口头上支持，连俄罗斯也是这样。为什么我说这一次俄罗斯也是给这个输很惨嘛？照得到，是我们现在深挖才知道，不只是中国过去几年投资委内瑞拉600亿啊，对，俄罗斯这几年也给委内瑞拉非常多武器啊，结果现在委内瑞拉被端掉，什么都没了。俄罗斯的武器呢，还留在那边呢。美国可以把这些武器全部接收起来，我好好研究你到底搞什么啊？而且我刚刚讲，越来越多的资料已经出来了，你可以看到。马杜罗在被逮的前几个小时，中国特使，你看那画面，
太好看了吧！全部人进来之后，马杜罗多开心啊！没错，好，就在这个马杜罗被抓了前几个小时，你看，这是马杜罗他发表在 Telegram 上面的一些相关影片了。这影片是什么呢？他们邱小琪就是说中国的特使来了，那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你看，赵文大，这个里面这还有声音哦。他走进来的时候呢，他们是用那种武侠小说这样武侠风的这个这个音乐，对，就是我跟我的这个特使两个人一起走进来，然后走进来的话，你看跟马杜罗两个握手的一个状况，对，然后他们还在这个他们的相关的他们的总统府里面来说话，你看还合照。对，然后后来合照的时候还这样子，对，还旁边写了什么？他还有旁边写了委内瑞拉和中国万岁这样一个状况，旁边写万岁，对，西班牙语万岁，对，没错，就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两个国家到底是多么亲密的一个情形？好，那除了这样子之外，你看这样子，好，那还说了展示什么？他还展示说，这一次的这个邱小琪呢，你的特使还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花瓶，送瓶子。特使这代表什么？是习近平带来的礼物。当然了，习近平带你人家送你一个瓶子啊。瓶子什么？平安，这就是一个平安的意思。那就是这个送一个瓶子的平安。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马到成功，带一个马，因为这个今年算是中国农历年的马年，所以要带一个马来，马到成功这样的寓意。所以这个马杜罗当然非常开心了，对，就没想到那只马把它载到美国去了。好，那紧接下来的话就是说，这个马杜罗还示述说，邱小琪跟这个马杜罗在总统府散步，两个还在那边秀呢哦，对，那边听这个邱小琪说没有问题。我们中国罩你啊！这个马杜罗越听越开心哈。然后最后要送别的时候呢，赵文大他还说什么？他说他还跟马杜罗他们拱手，然后拱手的时候他还说了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样讲了3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用这样讲。所以那实上你看他跟这些这个特使这么好的这个关系，你看，所以显见我就跟你讲，我们再回到当时是他被抓了前几个小时，对，心情那么开心，马杜罗觉得我稳啊，我老大会罩我，对啊，连马都送来，瓶子都算，对啊，他都跟我讲平安哦，对啊，我怎么可能不平安？对啊，都给你打 pass， 你平安，没问题啊，好了，处理好了，好，所以他没有问题，就没想到几个小时都被抓走了。好，那我们就跟他讲，现在这个华盛顿邮报就说了，你看。他这几个小时之前的照片都弄出来了。邱小琪跟这个马杜罗会面，主要是检视两个国家大概600多项的政治还有经济的协议，就是我们还讨论一下未来我们怎么增进两个国家的协议啊，然后还讨论说美国军事介入的风险啊，还有中国邮轮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所以你看，他有讨论美国军事所以搞不好邱小琪跟他说我来跟你讲安啦，你的华为手机有国家的保护没有问题啊，你都没问题，所以他就信了嘛。马杜罗就信了，所以信了他就完蛋了被抓住。赵文知道吗？那时候不是中国的特使还有中国大使都人还在吗？就他被抓了之后呢，他们吓到，你看中国驻卡拉卡斯的官员震惊不已啊，没想到美国居然打了，搞哪招？对，然后他们马上拍了一连串的电报跟讯息，这拍回去，报告这个我们的外交部，现在好像这个美国的军机已经来了，报告我们外交部，现在马杜罗人好像不见了，对，他们一直在拍回去，然后一个熟悉中国的外交官是说，这完全令人震惊，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情，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你打来了，怎么样去打？你人不见了，人在美国了。对，所以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对中国，所以可见从这个报道你就知道说，中国完全在状况外。对，甚至中国的判断是美国真的不敢打，所以真的不敢，就没想美国就真的打了。好，那我们就讲，事实上现在中国能怎么做？现在中国只能够出一些谴责的声音。对这种国际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还有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丁美洲还有加勒比海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中国坚决反对啊！但是坚决反对有什么用？他根本不理你啊！我跟你讲，马杜罗到底跟中国关系多好？我跟他看几个照片。你看委内瑞拉的这个全国代表的这个代表大会，然后到中国去访问北京。但是访问北京里面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对，这个是谁呢？这个是他们的代表之一，叫委内瑞拉总统这个马杜罗的儿子，就是这样。对，他就马杜洛格拉他就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带到访哦。然后他说什么？他之前还是北大的，他还说我感谢北大对我发展的这个关心，还有这个委中友好小组在中委这个人文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有14名的在留学的北大的这个委内瑞拉籍的学生，他其实他也是一个人。马杜洛跟中国好到我连我的亲生儿子都送过去北大念书，对，还是什么校友、荣誉校友出现在这里面。对呀，所以他回到北大，我回到我光荣的母校，这样非常开心。你看照片都照出来了。对，然后他还做什么呢？
他还做了一个，他说我要前往代表我的父亲。前往什么毛泽东主席的纪念堂，我要去献花。所以呢，他还去他的那个纪念堂那边献花。他还说我很荣幸向毛主席表达敬意呀。所以呢，这是马杜洛之子。你看他去看这个毛泽东，所以呢，他们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嘛。好，那除了马杜洛儿子之外，马杜洛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啊。你看他说什么？他之前不是秀他的华为的手机？对，我的手机非常好，我可以直接卫星电话打给你看，还学一个学打给这个习近平的样子。谢谢，就没想到那现在他说什么美国人确定不了，就现在尴尬的来了，尴尬来什么？因为他用这个画面的时候呢，现在华为举报他。等一下，刚刚不是讲马杜洛跟中国很好，对，儿子也送到北大去念书，他出事之后，中国马上切割了。对，为什么？他说，你违反了我们名誉啊，然后无端将这个企业关联当下的国际争端啊，还有干扰这个所谓相关的这个企业经营等等啊，这个不是在开玩笑哦。你看哦，被举报详情。对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我们再往里面看哦，相关内容主观歪曲曲解。然后国际争端炒作干扰企业经营，对，就是这一张，没错，就是现在你太坏了啦！现在中国不能够，我们台湾可以播啦，因为我们台湾不会被干扰，但是中国不能够出现这个，因为什么？因为华为说你这样子破坏我的商誉啊。所以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非常尴尬。马杜洛这个想要捧华为，就没想到现在捧到拍到这个马背上。不是说很好吗？我出事你就切割我，真的出事。我觉得中国就是这样。为什么大家看你没有？就你出事就要切割。好，现在你看，连华为，你这个马杜洛当年这个华为的称赞，现在都变成是恶意诽谤。对，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现在委内瑞拉被这个美国这个总督都要 Viceroy 都要来了，对，结果没想到他现在就说，我跟你讲。现在呢，我们请我们中国公民呢，不要到委内瑞拉去，然后在当地的人员要提高警觉，局势要升温了。所以你看，他第一个时间还切割，说你买去委内瑞拉，然后委内瑞拉在中国公民都要非常小心。所以看起来他就切割。对，好，那我就跟他讲，现在不是只有这个委内瑞拉不是委内瑞拉出事，中国被切割啊，现在连俄罗斯啊，现在都糟糕了。我跟他讲，这就是见微知著，因为你看。因为你委内瑞拉倒了之后，大家看到中国你的没力啦，对啊，你俄罗斯你嘛没好，俄罗斯也在那边投资非常多嘛，所以现在等于是两个国家的这个真实的实力都被看破了。好，被看破的时候，你知道这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出现了哈。普丁他最近不是说我要跟美国达成协议对不对？他最近说我要去匈牙利访问。那我跟他讲，事实上普丁能够去的国家不多，因为很多国家都说你来我就要抓你，就没想到匈牙利匈牙利的总理，如果我们知道匈牙利的总理奥班。过去一段时间，俄乌战争之后呢，欧盟每次要通过什么对俄罗斯的制裁，他都是投反对票。对，所以欧盟很多制裁都一直没办法做。匈牙利跟普丁很铁的。对啊，他就说不行，你不能够制裁俄罗斯。就没有最近大哥要来访问你啊，那你照理说你应该这个铺红毯啊，欢迎啊，对不对？21响礼炮打上去之后欢迎你来，结果没想到他说拍谁最近这个时机不太好哦，所以请你这个普丁总统你买来啊，不是来访的好时机。对呀，所以大家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是说我是大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哈，我跟你讲，现在有2个是死亡之握，一个是你跟这个习近平握过手了，另外跟普丁握过手。你看，跟普丁握手，格达费挂了。然后这是前这个塞维亚的总统也挂了，然后这是什么？这个是叙利亚的，然后这个马杜罗完全都挂了，对，所以完全都挂，大家都挂，所以现在他很怕这个画面，我还跟他握过手，而且这个脸也很久，对呀，我怎么办？所以说怎么办？所以他就很担心嘛。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我就说。这个之前的时候呢，这个俄罗斯呢就打电话给马杜罗说没问题，我挺你啦。你看去年12月的时候呢，这个俄罗斯都还说我挺你，就没想到倒了之后，现在俄罗斯也不闻不问。那你看这个当时俄罗斯报道什么？他说马杜罗表示，我今天接到了一个俄罗斯的电话，我们今天呢跟我们的兄长，我们勇敢的朋友 Vladimir Putin 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还说，俄罗斯将坚定不移的支持委内瑞拉。对。那克里姆林宫还说，我们还讨论了这个战略伙伴的关系，还有合作协议框架内的问题。习近平是送礼物给他，普丁是亲自打电话。
哎，哥处理，对我罩你。对，没问题，我不拉着你普丁，我卡你这边，就被他今天出事之后，你看现在俄罗斯的电视台哦，你看他们还播这个文章啊，很多人就开始公开在嘲讽马杜罗，连俄罗斯的这个亿万的石油，他们是石油大亨，他们在这个 Telegram 上说啊，惨了，他说如果我们的伙伴，我们的美国呢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使用权，那么我们的石油这个全球一半，因为我们大家说委内瑞拉有3000亿桶嘛，加上美国原油有一半，然后他就说，未来搞不好把石油灌到50块。灌到50块，我跟你讲，那俄罗斯完了，我就没有钱赚了。对，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石油来说，大概成本在60块左右，所以灌到50块之后，俄罗斯就挂。所以俄罗斯未来呢，我就跟你讲，美国这一招也是够狠。川普接下来一定会灌低油价，你知道为什么要灌低油价？第一个，我油价低的时候，沙特这个所谓俄罗斯你一定铁死。再说我灌低油价的时候，我的美国的通膨低，我今天可以降息。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川普都已经算好了，他算好。那算好之后呢，那你知道，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军事行动下去之后，那俄罗斯人呢重新回想了，他说什么呢？为什么美国办得到，我们办不到一个状况？你看这是什么？英国卫报说，你看在外交辞令的背后，隐约流露一种不情愿的敬佩，甚至带着几分的这个嫉妒。为什么带了几分嫉妒？他都说什么呢？你看有一个军事的频道，对，他说什么？他说这次的这个特别行动显得相当专业，这正是我们的特别军事行动当初该有的样子嘛。就他认为说乌俄战争打那么久，对呀，人家这个才是真正的。没错，正好如果我们记得当年俄乌战争的时候，其实原本的俄罗斯也说我几天之内就要把乌克兰打垮嘛，他们也是第一个时间有出动非常多战机到乌克兰附近的这个基地，准备要，我觉得他们也是要排演类似这一次美国要做的，但是做不下来啊，做到现在为止，他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打了多久？他说人家是迅速、戏剧化，而且果断这样的状况。我们没有啊，他们很难相信当时的格拉西莫夫的计划，让我们变成了打4年的战争啊。所以现在连俄罗斯的这个首席的这个宣传人物、国营媒体的RT负责人，他就说俄罗斯有理由感到嫉妒。连他都这样讲啊，人家打这么快，我们要打到民国几年？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亲俄罗斯的这个企业家，他说。他为俄罗斯感到羞愧。短短的1天之内，川普就逮捕了马杜罗，似乎也为自己的特别军事行动画下句点。所以你看，他们都在羡慕你，说你这个太强了，对不对？所以我才说，这次马杜罗下台之后呢，现在显示啊，普丁被逐出西半球，而且不止普丁了，中国也被逐出西半球。俄罗斯跟中国在这一局里面完全输个头，不只是输个头，连大家看清楚说，他们连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嘴巴们说你赶快放了马杜罗。但是美国会听吗？当然不会。瑞德哥，这样看起来，中国跟委内瑞拉关系真的是非常好。结果我们一查发现，真的好到一个中国的特种兵最精英的，竟然都送到委内瑞拉去做训练。那不对啊，委内瑞拉一下就被端掉了。该不会也是中国接下来的下场吧？那么事实上呢，中国一向炫耀自己的特种部队战力世界名列前茅啊。那么事实上呢，如果根据他们过去所提供的这个特别把特种兵送到所谓的委内瑞拉猎人学校去受训的过程这个号称当年是由这个海豹部队所退下来的黑水公司所成立的这个在委内瑞拉里面的猎人学校，号称淘汰率高达60%以上。结果呢，中国特种兵去了以后呢，那么他所呈现的这些训练，我看了以后，我都哑然失笑。你知道为什么吗？怎么会？他们感觉很帅耶。它里面蛮有趣的是讲到一个事情，就是结训的时候，对不对？把这个勋章就钉入你的胸膛里面。对。那么根据他们报道是钉入2公分。那稍后你知道2公分钉进去怎么样？你知道？这些特种部队就直接送急诊，心脏就挂了。2公分有多厚？你知道吗？2公分有多厚？你知道吗？那么他们说的夸张号称的这个勋章不好意思，小弟我在爬过了天堂路以后呢，我就订过跟电影《大地勇士》一模一样，我就订进去过。所有的体能训练，刚刚讲那个原木有没有？扛着木头原木这样冲而且还有什么？还有瓦斯对，没有错。然后还有包括那个等于说严刑逼供啦，包括秘密制裁。事实上他没有告诉你的是，我们还有秘密制裁行动，还有捕狐摸哨行动。还有包括情报部件行动，每一个特战队员都要实质去训练过。至于说什么压水啦这个逼供啦等等告诉你啦，跳分坑、跳收水桶，每一个特战部队都一定要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训练你看到人民网他是怎么样讲？他说猎人学校特种兵，它是地狱之旅，淘汰率高达50%到80%。好，如果是照这样讲，不对，今天美军也是这样长驱直入委内瑞拉。
2小时20分钟，马杜洛就被抬走了。他们击毙了超过我们昨天外电所知道的32位的古巴的相关的卫士嘛，应该打死了快40-50名啊。这40-50名的这个相关的3层的护卫网，就表示他们有可能开枪还击。所以事实上，三角洲部队里面有人中弹，那么他们中弹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连命也没有啦。但是他们精准的执行这次的狙击，所以呢，这40-50名的这个古巴的武装部队一样，完全都没有办法这个等于跟他1比1的对抗。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特战部队，不过中共把自己的特战部队把它吹嘘到世界上最强大，他这个等于说猎人学校淘汰率这么高。他们竟然中国的特种兵说一个都没有淘汰，所以你就知道把它过度的神话，只有从绿扁帽跟游击兵里面的精英里面挑选出来，继续经过训练的三角洲部队，能打能杀还能开坦克这样的部队，才真的是特种部队里面的特种部队。宇轩，这一次美军真的太狠了。第一个杀人诛心，在委内瑞拉里面现在已经乱。大家会怕。第二个是什么？原来当天行动里面越来越多细节出来了。现在有200名美国军人进入到委内瑞拉的市中心，结果这200个人还能够全身而退。这样对，没有，我们这些人呢都误会了，我们都说错了，我们要跟他说一声道歉。为什么？因为大家一直讲说2个小时20分，他是想说瞧不起我们。来，5分钟。5分钟之内全部搞定，而且来5分钟要分为3+2，为什么？因为3分钟叫做外围的扫荡，也就是呢把所有的环境呢进行管控以及镇压之后，只有2分钟，来各位就2分钟到了，2分钟 in and out 带出来一个伴手礼，你知道谁吗？马杜洛本人处理完毕，2分钟就搞定了。看到这个我也佩服马杜洛，他不愧名字有一个马，像马里欧一样，照就进了呢，好快。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怎样吗？他是躺在床上，然后听到直升机来的声音，然后他老婆跟他讲说，好像有直升机耶，然后他就赶快往那边跑，然后就跑到之后，在门口就遇到了德尔塔部队，你知道吗？所以是代表他们拦截速度，马杜罗跑得也快，拦得更快，然后呢就这样拦住，而且你知道吗？进去的时候那个德尔塔真的是土木，为什么？因为还是不是有32个古巴保镖？对，等于说保镖有没有一个人出来？有，就来一个打一个，来2个打一个，全都秒杀。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有没有？就因为他那个消音嘛，然后就一个这样倒下来，那所以就这样把人给带出来了。所以刚好 Hexon 在讲的时候，我非常骄傲，他说派200名部队，这个美国人直接进到他的downtown，也就是市中心。这个 S300还好而已嘛，那防空设备不怎么样嘛，而且呢，3分钟之前马杜罗才知道我们要来，是跟鬼一样，直接这样摸进去。然后呢，甚至有人问他说，那会不会有驻扎部队在这边？不跟你讲，神秘秘的，还在搞这些东西。但我跟你讲啊，有人吓坏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继续跟他恐吓嘛。你看，Miller 直接跟他讲说，我知道啦，你马杜罗来到美国了嘛，但你有一个儿子嘛，我们刚刚一直介绍很优秀的儿子嘛，北京大学的校友，是，会说新年快乐啊，那个儿子嘛他说我们现在呢很有可能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们到时候呢再把人给带回来，那代表一件事情，那就真的还有人在那边啦。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刚才上一节讲的说，整个委内瑞拉的首都的人吓得要死来。但是我跟各位讲德尔塔部队它其实我们讲这个是不是精打细算，连设备都是我们讲有讲究的。你说这2支眼睛多厉害嘛？第一个，它有夜视镜功能，对。但是一般夜视镜我们看到是不是都绿色的？对，不就卖来，你看长这样子，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只是画面，也就是它透过夜视镜，第一个它会变黑白的，对，不再是绿色的。再第二个，人的形态。那个线条，比如说像你完美的身体曲线，它直接给你描绘出来。你知道这个在晚上有多恐怖吗？因为你如果绿绿的那个，就是这样子，吓死了！这根本就是跟探杆杆赶快嘛，太完整了吧？你想想看，我晚上要去打你，那你整个人线条出现在我面前，不是要什么打什么，我令你拿什么武器？像我这样仔细看比如说他现在举着枪，然后有迫击炮，然后迫击炮往上飞，然后有子弹在打，你看有没有子弹打出去，很像什么电流击击棒一样。太清楚了嘛，所以看得清楚，这代表说这是他全新的。再来，这很可怕。你们现在看到这什么？是6年前就已经有了，对，表示6年后的现在，对，比我们看到的画面还要更猛的升级版3D 立体升级版，跟我们像电影院一直在升级。再来你知道它厉害什么吗？它有 AR， 它就是这个，对 AR， 你看它会显示什么呢？它会有那个我们讲指南针、指北针，你看
像电脑荧幕一样，跟玩 CS 一样，有没有？全部都在上面。对，可是它那个，比如说我今天坐标在哪里，我敌军在哪里，我友军在哪里，我要再跟你讲更厉害的哦。你队友看得到的视野，对不对？你也看得到。我们两个可以共享视野。对，就是你比如说我队友照到有一个坏蛋，那我就知道那个坏蛋在哪里。来，再来，我再跟你讲一个更厉害的，好不好？一般来讲，你会想说，我如果戴这个眼镜，我要去瞄准，是不是很麻烦？对，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的瞄准的那个十字的那个心哦，在他眼睛上，他拿着枪，对不对？然后他有联动，所以他只要眼睛看到哪里，我根本不用去瞄，对，我直接拿着枪，然后我这边眼睛直接看到，我根本不用。对，你的手配合你的眼睛，然后你就可以对到人，你就可以开枪了。比如说我进入到视野，我是不是有走廊，有这死角，我都歪挑，我如果转头，然后过去这边有死角，我就完蛋了，我就被变掉了嘛。所以他这个四肢呢，第一个他视野在90度，然后他不用转头，不是说他头不用转哦，他开枪也不用转头，也就是我可以枪这样拉过去，然后用枪去看，太神了啦！然后我眼睛看到，然后我就不用转头，我直接可以把你开掉。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室内用的。然后我们刚才讲这个红外线的这个是室外用，所以想想配合这个作战来，我就讲句台湾人最喜欢讲啊，你要怎么输？所以你看 Hex 直接讲说，入侵委内瑞拉2支武器明显没有能力反制，美国连一个人都没有折损，因为我们的威慑力，让你看到后面就在吹捧川普的这个就听都不要听，但是代表是真的很厉害嘛，不是开玩笑。我刚才讲的海豹部队也好，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游击部队，它组成这个叫做甜甜圈战术，也就是外面呢是有游击兵担任大炮，像你看的轰炸。震撼，然后呢，大规模的重火力进行轰炸，但是呢，包括征收有海豹、清场，也就是进入到内部屠戮，像手术刀、达文西手术一样，那个是由谁？那个就是我们有讲的德尔塔部队。所以你看哦，每次他们都是这种回收战俘啦，或者是进行我们讲绑架啊、屠戮的，而且他们的编队里面各位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完全没有人知道德尔塔部队长什么样子，神秘秘，包括 A 中队、B 中队突袭，以及飞行单位。你看这边完全脸都是黑的，对，并不是说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没有。是他们就是这么神出鬼没，你根本不知道他原来是这么狠的。对，因为他是美国的 ace， 就是说这个王牌，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些我们讲的坏蛋、毒枭知道他的身家去安全去我们讲威胁他嘞？所以你看哦，他包括除了屠戮之外呢，他有大规模杀伤、有医疗、有爆裂物、有讯号处理。反正我跟各位讲啊，他就什么都会。对，而且你仔细看哦，他们进去之后呢，除了说我们讲最基本的体能训练之外，来，赵，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麒麟臂，你有没有看过《风云》？壮了，哇！麒麟臂哦，那一只，我想这个枪哦，它搞不好一根小拇指就给叼起来，有够可怕的那个麒麟臂，有够壮。而且我讲哦，你这是肉体上的强悍，对不对？但是心理上也要强悍。他心理素质包括有些拷问啊，以及外语能力啊。换言之，他叫做18般武艺，样样精通。我们刚刚看他什么麒麟臂，对不对？他是真的真材实料哦，拿勋章的。对，他一个人干了70人哎。对，所以你看哦，他是什么？他是军事长，吓死了。就我们讲士官长哦，就那种士官长就是他，你就简单讲就好了。你看这是谁？这是俄罗斯。很多人在讲说美国人凭什么做这件事情？凭什么去侵犯人家主权？不对呢。俄罗斯当时有没有想要去我们讲空降基辅，去把泽伦斯基的头给夺掉？当然有。刚刚这么多的莫斯科人都说什么？我好嫉妒啊！对，有。那你知道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吗？很简单，他们派了他们的特战部队300名，就降落呢在我们讲安托诺夫这个地方，就光是在机场来特战部队被200名乌克兰的菜兵。菜椒啊，就是我们讲的刚入伍的没经验的拦住，那拦住之后呢，完全没有后援，然后更惨，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刚才讲了老半天，来照，他们没有夜视镜，对，没有夜视镜，那我怎么看？我看不到。但是他白天去，他们白天去，然后就搞砸了，就被人家发现，然后被人家团团包围，然后最后就出现这个画面，你知道这是什么画面吗？他们攻到那个大楼里面去这全部都是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这在电梯里面什么监视器，每一个人脸，Hello， 这是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哦，对，他们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那时候被困住了，就是他们进到电梯坏了，被乌克兰发现之后呢，把他们困住在里面停电，然后就只能看监视器说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我在这边？然后最后面这些人你知道吗？这个无助的眼神成为他最后的一个表情，全死了，都被端掉了。所以这些特战部队都被端掉。所以各位，你不要以为说这种我们讲的摸黑行动，好像讲的很轻松很简单，它反而凸显出美国跟中俄之间庞大巨大的军力差距。玉凤，我们刚刚讲这个差距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大了，而且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中国这一次是真的什么100年之大举，完全都没有用，整个都完全的野心都没了。但跟他们觉得更伤的是什么？我的钱怎么办？
我在委内瑞拉我投了多少钱进去，我整个都没了。你可以看到，从2023年、2025年、2010年那个时候呢，其实它的投资是慢慢的拉高的。这个拉高的幅度这也太高了，2015到2020这地方飙高了。这个拉高的程度其实就是他们国力的一个展示。所以呢，当大陆赚钱之后呢，我们来资助我们的铁杆好兄弟。一开始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海尔是什么？是中国那边的一个家电厂商。对，那个时候就讲说，我们响应一下我们国家的号召，我们要挺他，我们到委内瑞拉去投资。对于委内瑞拉来讲的话，太好啦！你看哦，你如果来这边盖厂的话，有2大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只要有盖厂 ，GDP 就会起来。只要有盖厂，你工厂总是要有我们委内瑞拉的人民嘛。这厂很大呢。对。然后呢，这弄下去之后呢，还有第2个好处，你弄出来的这家电，你至少给我们人民用一下吧。你用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价格，至少给大家有什么？有洗衣机，然后呢不用手洗了，然后呢你也给有个家电，有个电视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海尔在那个地方委内瑞拉弄下去之后呢，确实第一波是让大家很有感。为什么？终于有白色电器进来了。对。可是呢，过一阵子发现不对哦，你那时候投资，你说你要干嘛？你要弄了8亿美元。8亿美元，其实在当年对这个委内瑞拉来讲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投资。可是海尔只拿出多少钱出来？海尔只拿出了5000万元。然后呢，还用什么技术股？你不是来帮我的吗？你怎么用一个黑道的这个手段呢？我提供技术，那你后面这8亿元怎么办呢？结果呢，还是要叫委内瑞拉自己去跟中国的开发银行贷款。好，除了电器以外的话，你看哦，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宇通汽车。宇通汽车也跟委内瑞拉的汽车公司要合作，那这合作金额其实是非常高哦，大概是3.6亿美元。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原本以为马杜罗去参观以后很开心啊，你看你是不是要投资我们？然后呢，他还去这个巴士上面还有开了一下，像不像我们那时候阿扁去中南美洲？一大堆那边从来没看过这种车子。对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不觉得小家电也有了，大巴士也有，这应该就是中国大陆拿出来一个好意吧？结果这个画面出来之后呢，只开心了不到半年，后面又发生了跟海尔电器一样的事情。你要盖厂，你要来做这些巴士，你还是得钱。原本以为这个马杜罗原本以为说呢，你们应该中国来出钱吧？没有，你最后呢，你还是用国家的石油去跟北京借钱。对，借了钱之后，那你不就养套杀我吗？你原本说来这边盖厂的，搞了半天还是我跟你借钱。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其实可能中国大陆的鼻子摸摸的，当初投这钱要不回来，但委内瑞拉也被他们吸血吸了很多年。辉正，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中俄我们讲已经非常糗了，是在国际上不用玩了，现在可以玩谁？是川普。川普真的也太爽了吧？为什么？名利双收，民调飙起来3%，哇送！现在的川普是什么？在美国要做什么，大家都会去支持他。尤其什么，我们都知道，以前驻这种驻外的使馆上面，也就是驻这种中国的情报权都非常非常凶悍。我没想到这次连中国的警卫竟然出来之后喷这所谓胡椒水之后，直接被美国警察给逮了，这个也太凶了吧！是，我跟你讲哦，这个委内瑞拉直接被逮捕这件事情，激励了谁？激励了这一些从中国逃到美国去的这些人。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的人啊，就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前面啊，然后就在抗议就开始希望，当然他们也是希望说，可不可以去把习近平给绑来？但是他们在公开场合进行一个就是合法的一个抗争的一个抗议行为就没有想到谁很恶吧，竟然是中国大使馆里面的人，有人冲出来，你看用黑衣服有没有？中国国旗刚我看到是直接被撕掉的。是，结果你看有人冲出来有没有？冲出来干嘛呢？人家在抗议，人家抗议人家的，结果你看有没有拿着枪，好像有点给他比枪，然后你再10几次13次这个人是谁啊？你是谁啊？你凭什么这边大小声？你是美国警察吗？又不是。你看，他说你到我背后来，他只要把他拉到中国大使馆里面去跟人家呛枪人家心里想说，请问你是谁？你什么身份？我在美国的领土，你在干什么？就这个人是谁？原来他竟然是他喷了胡椒那个叫胡椒水的。然后你知道吗？他这个类似我们的辣椒水这种东西，我跟你讲他是这个对于公开的场合进行公开的抗争行为的这个人士进行这样的攻击行动，违法的，你知道吗？他还来耶，他还在那种，你看喷得多凶，他绕了一大圈之后，还过来喷了第2波。
是，你看他喷得多凶，所以呢，那个后来总共有8个人，8个人里面呢，好多人都受伤，那其中有3个比较严重的还送进医院。结果后来就赶快报警啊，说奇怪了，美国是没有王法吗？怎么容许这样的人来做事？后来搞了老半天，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原来他是中国大使馆请来的一个私人的保镖啊。那为什么请私人保镖？说一句实在话，他们也可能怕自己如果中国的秘密警察这边闹事的话，整个议题会闹大，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个人来。可是你知道，这个人很恶吧？你知道他在恐吓人家。对。就他们就说，这个人啊，他们是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叫做洛城警卫安保公司啊。那呢，他也被人家起底了。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个叫吴兴吴兴的人，然后呢，38岁，而且重点是中国籍哦。那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呢，一般来讲，你看，就这个，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人，就是这一种东西啊，这个一般来讲啊，以前哦，就大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用轻罪可能让你罚1000块。结果你看他现在喷完之后出事了，是。现在是洛杉矶的警察去逮人了，是因为他们直接报警，然后后来他们就发现说他们全副武装，你这个私人的安保的这个公司的人啊，竟然全副武装，连巡逻车都有。然后呢，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怎么可以在公开场合对于人家的公开抗议的人进行一个攻击性的行为？所以在加州，他们就说这个可轻可重。重的话，我跟你讲，他们现在要严办他；重的话，可能可以给你起诉3年哦。最重3年哦，就喷个胡椒水，对，应该没有什么事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第一个，你在这个美国啊，你可以拥有胡椒水，可是你只能自保，对，你不可以采取攻击行为。第二件事情，你是针对在公开场合他们进行公开的一个抗议行动的人来喷，所以这代表着你已经违反了那个，你把它这个胡椒水变成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所以这是违反美国的法律的。对，那以前可能就算了，反正就是你知道，就用1000块美金罚掉就算。这一次认真办，我弄你3年，对，1年到3年，对，所以你就知道吗？这一次连美国的这个执法的警察也对这个中国大使馆，他们竟然聘请这样子的一个私人的一个保镖公司啊，那个处以重刑。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